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这周我加入了一个台湾观选团，与其他9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女性飞来台湾观看4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但观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精心设计的行程带团员们从认识蒋家王朝开始，继而在228纪念馆和景美监狱直面台湾民主进程的残酷与牺牲，再到与台湾弱势群体对话，理解民主对于普通人的意义，直到选举前夜和台湾几十万民众参加2个党派的总统选举造势活动，我们学习了台湾民主的历程，体验了民主的细节。今天是1月13日周六，台湾的投票日。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请来了观选团的一位团员亚美，来跟不明白播客的听众们分享一下他在这一周的所见所闻所想。考虑到台湾议题的敏感性，我们对亚美的声音做了变声处理。亚美你好，你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说你是做什么的？你这是第一次来台湾吗？大家好，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在中国做记者，但是我做记者的时间其实很短，而且因为之前疫情3年嘛，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就是真的去中国的基层社会实地做采访的这种经验。那在疫情快要结束的最后那个关头上，就是当时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封控了，然后我就从中国搬出来了，然后我现在住在东南亚。然后这个其实不是我第一次来台湾，我今年来了一次台湾。去年？哦，对，去年已经是2024年了。对，可是去年就是那一次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走马观花，然后当时就是看到台湾的街头，就是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像台湾地铁上他们会贴那个地铁反性骚扰的广告，然后也会有铁路部他们也会做这种性平教育的广告，就是那一次看就是你看到的更多是台湾的它作为一个华人理想社会的一个结果和让你感动的地方。那这一次来确实就是体验完全不一样，然后又认识到了更多的就是台湾社会的面向。那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一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之前确实从来没有系统的了解过台湾的社会的就是民主社会的历程，它是怎么从蒋家王朝到戒严到今天民主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然后之前也从来没有去看过就是台湾的真实的普通的民众，他们今天生活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整个民主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讲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就是我问我们每一个团员的问题，就是你这么看了一周下来，你对于中国这个民主化这条路，你是觉得更有希望了呢，还是更绝望了呢？我觉得是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看那些228或者景美或者郑南榕的那个纪念馆的过程中，你一定是会想这个问题的，你一定是会想自己的处境和我们的社会未来有一天有没有可能也走到这里。可是今天就是你确实会想到说，好像我们没有任何的渠道，不管是从上面的还是从下面的渠道，没有任何的渠道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就是到了一个就是他把所有的那些可能会培育就是抗争者的或者说有良知的年轻人的那个土壤全都给挖掉了，然后今天大家都噤若寒蝉，也不太敢讲话。所以其实是会蛮绝望的，就是你如果想着这个问题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也走向正常的民主化的一天，我觉得是蛮绝望的。可是我相信，就是我知道，因为我知道你问其他的团员，大家的那个答案都是蛮肯定的，说蛮绝望的。可是我其实不太在乎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年纪比较小，就是我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个中国梦宪政梦的那个时代，就是我没有见证过，就是中国它其实曾经有过就是开放的时间，就是有各界的律师和媒体来推动中国的这个宪政转型的这个路，或者是一些公民元年的那些时代，我都没有经历过。
就是我一进入社会，我一开始做记者的时候，我今天面对的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其实我倒是不会说特别的去想这个问题。那我会想的反而是我今天还可以做什么。比如那天我们在那个228的那个展厅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做了一个全息投影，然后去跟你恢复就是当年的那个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国史馆吧？对对，在国史馆里面，它有这么一个影厅，它跟你去恢复了当年在那个美丽岛事件的街头发生了什么，就是人民群众从几点几分游行到了哪个街口，然后什么人在台上讲了什么话，包括一直在到审判的时候，这些抗争者是怎么在法庭上进行自我陈述的，然后审判长又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些材料会，我当时看了有一个想法，就是天哪，就是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博物馆的话，我们的资料从哪儿来？其实今天中国已经就历史上好多就是资料都没了嘛，然后今天的很多事件，就是那些抓捕良心犯和一些社会的一些灾难的，比如说像5.12的，或者说这几年的水灾的一些事件的。其实我相信很多记录都没有做，就是这个没有做，不是说大家没有在做，而是今天大家去到这个现场能够拿到这个资料的，然后再做记录的这个机会太少了，大家已经从源头上就是被打压的，就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无痕化了，没有办法去现场了。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办法去现场，哪怕是一个空难的现场，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哦，那就想说，天哪，就是我们以后怎么办？对，可是这个东西它又反而就是给了我一些的方向，就是让我觉得说我还是应该，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我还是应该写。就是我今天写这些东西，其实我知道没有人看，因为写抗争报道就是没有人看的东西，那个东西也传不回墙内。它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讲历史的底稿的话，它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就觉得还是得写的，对。我觉得反而是就是学到了一些，也不是学到了一些，就是看到了一些你还可以怎么做事情的可能性吧。那我们就过一下我们这7天都做了什么，然后你每天好像都有很多很多的感想。对。然后我从第1天开始说吧，就是我们第1天参观了蒋经国生前住的七海官邸和蒋介石的士林官邸，还去了圆山饭店。这一天的主题叫认识蒋家王朝。你1天看下来，那天的感触是什么呢？其实那天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光是参观，就是什么像七海或者是圆山饭店这种感觉的话，那个其实没有太多新鲜感的，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好像现在他们对于蒋家的这个叙述，包括整个就是这种政治人物的故居的这种陈列。其实好像跟中国以前就是看到那些名人故居也有点像，因为以前就是包括去过就是北京的一些像宋美龄的故居啊，然后也去过莫干山顶上的就是他们的以前在莫干山的故居，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太多新鲜感的，就是好像大家对于政治人物的这个叙述都是一样的，就讲他们生活有多简朴，对对。然后但是那天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就是台湾这边的景区好像蛮多都是志工来帮忙做介绍的嘛，然后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其实像这几个地方的，就是蒋家的这种历史景点的，他们的志工其实都是年纪偏大的，然后他们对于就是一听一问，哎，大陆来的，其实他们就很高兴，就是还是蛮轻中的。那实际上。在后来的很多行程中，我们都会接触到就是蒋家王朝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这种严酷。你觉得如果只是看这2个官邸和那些义工们听他们的导游导览，还有和他们聊天，你觉得参观者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对，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去这些地方的话，因为他们的叙述其实都是在讲当年就是蒋介石撤退来台湾之后。就是他们面对的那个形势有多么的困难，不管是对内的还是在国际上的，就是退出联合国啊，各种危机。然后他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蒋家是怎么就是在这些事件中，就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
就是让台湾撑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去看蒋经国的那个故居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段的那个展览叙述，他就是在讲就是台湾从那个蒋家快倒台的那一段的历史嘛，说当时在一些暴乱中，就是蒋经国他会有一些发言，那个发言就是说，抓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就是这种叙述，你听来就是你确实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化的推手。对，可是其实你后来再去看一些像228纪念馆或者是景美园区的话，你看见真实的那个历史上的政治迫害者或者普通人遭受的这个苦难。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就是直觉式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化的推手的话，那这些人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生命代价来去反抗，对，来为台湾的，就是未来再做出其他的选择？我觉得肯定是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历史的。就是部分面向没有写出来的。对。那第二天你们去了总统府，我因为有别的安排没有去，你跟我说你被给惊到了，能不能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哇，那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其实你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你不会想到说一个总统府是可以进去参观的，而且前一天导游跟我们说，就是你们明天去总统府的时候，因为毕竟是总统府啦，就是还是安检要有一些严格的，就是怕人带一些什么其他东西进去啊。可是第二天去，他那个安检其实就只是看了一下你的护照，然后扫了一眼你的包，然后你就进去了。我就想，这个安检对我们来讲算啥？对，然后进去之后，就和地铁安检都快差不多了。对，甚至我觉得不如我们的地铁安检严格。对，然后进去之后，它那个主要是1楼是一个展览室和可以参观的地方，然后1楼的那个展览，它有一整面墙的一个粉色的视觉，上面是是4个字，好像是台湾世界，他把这4个字组成了一个符号放在那儿。然后我看了旁边的介绍，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视觉采用粉红色的。他说是因为觉得更柔软的是更坚韧的，然后这个也传达了台湾人这个向往和平、自由、勇敢和爱的信念。哇，我当时就觉得好梦幻，就是一个粉红色的总统府，而不是一个威权的东西在这儿。你就想你是想到了中南海吗？中南海我连影子都没看过。你都没看过？你在北京住过吗？可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走过中南海，你其实是不知道中南海在哪儿的耶。它不是就是一个门吗？然后四周全是墙，然后那个门它也是有车进出的时候才会打开，你也不能在那儿停留，因为那个警卫会过来赶你。对，有警卫，还有很多的便衣，穿着黑色的衣服，理着一样的头发。对，对。然后那个总统府里面，其实它。我觉得那个展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量，可是那个氛围蛮好的，就是它里面其实主要分为几个展，第一个展是那个它让你看一个总统府蔡英文的办公室还是发言厅的一个这种陈列，然后旁边的有一些小物件是跟你讲这个总统府里面有几个工种，然后那些工种他们负责比如说熨衣服呀，然后上菜啊，什么总统府早餐单大揭秘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贴近，就是特别有人味儿的那个感觉，特别有透明度是吧？对，然后后面有一个展览，它其实是一个照片墙，它选了很多台湾历史上的一些可能算什么，就是那种国家时刻的那种照片，然后也有阅兵的，就是其实它有讲，就是阅兵从原来的踢正步，后来到花车游行，到后面有更多元的游行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也有很多他们的这种算是台湾英雄一些奥运健儿的图片，然后也有像太阳花运动现场的一些抗争的照片。但是我觉得那天是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志工他一直在跟人介绍说你知道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吗？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台湾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哪怕总统府换了人，它也是台湾的历史，历史不是由谁说了算的，他说这才叫民主。好像好几个人都跟我提过，就是我们的团员里面好几个人都跟我提过这个志工说的这段话啊，对大家的感触还是都挺深的。大家好，我是袁丽。
上海封城时，我和很多人一样陷入了政治抑郁，在深深的无力感中，我想做点什么。这就是不明白播客的来源。节目上线1年多来，我收到了很多的反馈。有听众说，我才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还有听众说，我才知道中国原来有这么多有勇气的人。在不明白播客中，我们听到了彼此。但是每周做一期高质量的节目并不容易，需要一个团队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们开通了听众捐赠渠道，希望听众朋友们能一起来支持不明白播客。这些捐款将用于播客的制作和运营。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点击支付的链接，或者去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走下去。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台北的红灯区，看了一部关于台北酒店小姐，也就是陪酒小姐的纪录片，和其中2位人物做了一场问答。然后第3天呢，其实还去和一位以前的无家可归者做了一个对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地方或者这些人，陪酒的小姐和无家可归者这些边缘人物和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去看这些呢？这2个行程其实也是我这一次就是整个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我第一天就是说要去看调通小姐的时候，我其实还有一点纳闷，因为本来说我们的整个团是民主官选团嘛，就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行程。可是去了之后我就知道了，就是那天这种导览活动其实是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没有怎么接触过的。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有就是那个行业或者住在那个街区的人来跟你做导览，来跟你讲这个街的历史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那个调通的那个行程就是他们请来了2位，就是他们叫小姐或者叫公关，对，就是2位都是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酒店行业做了7、8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对，因为他们讲酒店就是其实就是喝酒的地方嘛，叫酒店。然后他们跟我讲了说那条街这些年的一些变化。这2位小姐她们其实都是从很早开始就有一些意识，说要为自己的行业的从业者去争取权益和要去减少污名化，有这样的意识的。然后当时她跟我讲了他们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台湾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公关确诊了，他说可是就是因为以你公关确诊，然后整个他们的行业就被停掉了。那他们呢，因为其实他们是没有这个正式的劳动合同，然后也没有收入，也没有固定收入的，所以被停掉之后就是等于他们完全断炊了。然后当时政府其实是有纾困政策的，可是他们都就是在他们的行业里，他们是拿不出这个相关的材料，比如这个劳动合同或者工资单一些东西去证明，就是你可以就是得到这个纾困的补助。对，所以他们就是当时在很多的场合去发言，去游说，讲他们的这个现状，就是希望更多人关注他们的权益。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会。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困难了，就是其实中间依然有很多政策上的漏洞和 bug， 就是给他们增添了非常多的困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就是那个劳资科的人偷偷说，如果你们拿不出真的材料，就是你们可以用一些假的材料，对，去替代。后来就用假的材料就顺利过了，然后把他们自己的工会建立起来了。然后其实他们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那个处境也不是特别好吧，就是他们虽然在台湾其实可能已经做了2、3年的这种各地去演讲，去讲自己的生命故事的这种工作，可是今天其实在他们自己的行业里面，依旧有很多从业者是没有这个争取权利的意识的，没有这个要买保险的意识的，所以他们的工会到今天其实只有70个人加入。对，可是让我蛮感动的一点是，就是虽然他们的处境很差，然后他跟我说他还是在准备那个法案跟那个管理条例的修改。他说等到有一天可能有合适的立法委员出现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大家立委其实都是不敢为他们出声的，因为就是为这种群体出声可能会掉票。对，他说如果有一天可能会有合适的立委出现，或者
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准备的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很快的拿出来，然后进入到一个整个司法程序里面。对，然后这个是能我觉得从更大的层面上去改变他们的处境的。就是用他们作为公民的这个权利的一部分，然后来去推动自己权利的保护，是吧？对对对对对。你能说一下这个无家可归者的这个吗？哦，对，无家可归者，这个导览也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来台北的第一天，我其实刚好路过了那个台北车站，然后他那个门外就是有特别多人在那个地上睡觉，就是围着那个。因为台北车站四四方方的嘛，它整个一圈人就是围在那儿睡觉。可是我那天就是有点看不出来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好像和我以前在大陆所认知的就是这种流浪汉的形象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其实都穿的挺体面的，然后他们的纸板又特别的干净，他们甚至会用那个纸板去堆出就是方方正正的，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隔间，对，然后在那儿睡觉。那天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真的是无家可归者吗？可是后来发现确实是的。然后这个导览的人他叫贾西亚，他其实是年轻时候他去做海员，可是当时在出海的过程中感染了这个脑膜炎，后来其实就是身体有一点不能自理，包括要做复健，就其实需要很多的钱，可是他没有钱，对，他后来就开始流浪，就是一直住在台北车站。所以那天导览的行程，他跟我们讲了，就是一个流浪汉在台北车站是怎么生活的，就是他们怎么找吃的。他说是因为是那个周围的一些教会和那个佛堂其实是有固定发便当的，所以他们对周围哪儿会发便当，那个便当是荤的和还是素的，就是摸得门清。对，然后他们其实也要洗澡，然后也是去一些，就是原来早些年可能情况比较差，他说近些年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机构去建立一些澡堂，其实专门就是给他们来洗澡的。然后他们也工作，他们的工种还挺多的，就是有一些是在台北车站可能卖口香糖或者卖报纸或者卖杂志，然后有一些是出去算打零工。他们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去，就是让你在白天去上班的时候怎么解决自己的，就是你的家当。虽然你是无家可归者，可是还是有家当的，其实就是你可能储存的衣服和你的纸板。对，然后他就教我说那个纸板是藏在哪儿的，就是他跟我们讲的，就是最经典的藏纸板的地方，就是那个停车场的柱子后面，或者那个消防栓的那个门打开，里面都是可以藏纸板的。他跟我们讲的，他从一个流浪汉是怎么到被社会的这种流浪汉救助的机构注意到。然后把他带到收容所，在收容所可能又住了很久，然后那个收容所的人就说去帮他办低保，他说可是低保这个东西也是真的很难办，他等了很多年才拿到那个低收入者的，然后那个证明会有一些补贴，到他这几年就是社会组织发现了他，让他来做这个导览，然后这个就是算是他现在非常正式的工作，然后他就脱离了那个无家可归者的那个处境，到今天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相对普通的一个生活对，变成一个有家的人。那天我看到他的故事，就是会在想说，就是这种社会最底层的人，其实他们还是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上面。你是不是就想到了在中国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我那天还想了一下，就是我最后一次就是看见那个就是无家可归者是2019年的时候，在深圳，当时去白石洲拆迁的时候，然后那个遇到那个无家可归者，就是我不知道他年纪具体多大，可是他看起来就是蛮老的，然后胡子也非常的长，头发也非常的长，整个身上脏脏的。他坐在一个麦当劳里，他让我帮他手机里面去下一个斗地主的，他要打发时间。对，然后就其实以前你看到的整个无家者的形象都是那样的，就是非常的。还有就是说，其实在中国是很难看得到无家可归者，还有很难看得到这个就是乞丐。因为我在美国有采访走线过来的年轻，就是10几岁的这些小孩，他们到美国就特别震惊的有一件事，就是看到有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和乞丐，他们说他们以前在中国就没有见过。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印象中就是老发生那种，比如说武汉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他们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只是因为当时在武汉打工，然后走不掉了，回不了家，对，回不了家，大家可能睡在一个停车场里。可是后来就会发生说，有人把他们的被子都拿走了，然后他们睡觉那个地方也被打湿了水，然后包括深圳的一些城中村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就是大家不仅不帮助他们，还会去，就是给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睡觉的地方，还要制造一些困难。对，就是社会不同情这些劣势的群体，然后呢，国家的这种安全网络也根本是不顾及他们的。再说一下，就说你觉得这个无家可归者，他们还有这个酒店小姐，他们和这个台湾的民主制度，就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有自己的权利，对，有自己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说我有权利可以做这样一件事，而且确实是有途径的。就不管我的经济社会的地位有多低，你也得把我当人看。对对对，虽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听起来还是有蛮多的困难和这个政策照顾不到的地方。对，可是他仍然有一个途径去进入到去争取自己权益的这个路上。那第3天的行程是帮助我们认识台湾的公民社会，我们去了景美人权园区，也就是白色恐怖时期关押政治犯的景美监狱，还去了郑南榕纪念馆。郑南榕是台湾社会运动倡议者、时事评论者，也是台湾政治杂志的出版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自焚，以抗议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你在郑南榕纪念馆哭得稀里哗啦，不光我注意到了，好几个团员，别人也注意到了。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这2个地方参观的这个观感和心情，就是为什么郑南榕这个人特别打动你？就先说第一个吧，就是也许你可以先说一下景美人权园区，然后再说郑南榕。其实景美园区我这一次是没有跟团友的行程，因为那天上午有事儿。对，可是我之前来的时候自己有去那个景美园区，然后。你走进那个景美园区，因为它其实就是原来在白色恐怖期间的一座牢房嘛。他今天把那个牢房很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然后就在那个牢房里跟你去讲过去那些抗争者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是怎么去争取这个民主和自由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展览做的特别好，就他真的做的特别的细节，给你把这些人和事儿全都给你讲的特别的，就是真的是身临其境，是吧？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那就是去景美园区，包括去郑南榕的那个基金会的展览，包括那天我们有去国史馆里面也有一个228的一个纪念的展厅。就是这些，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在想这个是不是穿越到未来了？就是虽然那个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历史，可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着里面的材料其实就是现在。而且想到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天降临到自己身上？对对对对，就是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当时在景美的时候，他们讲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然后就是有一个说，当时其实有一个歌手写了一首歌，那个歌叫《今夜不回家》。对，可是官方就觉得那个歌就是太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这个主旋律了。我要把你的歌名改掉，就改成了《今夜要回家》。这不就是今天？对，这不就是今天就是中国政府就是那些审查部门在干的这些事儿嘛？对，可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例子，可是其他的就真的是很真实的这种血泪苦难的东西。就是对，我觉得景美对我特别触动大的，我也可以讲一下，就是虽然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就觉得，尤其到了另外一个园区的另外一部分是这些人他们是比较轻罪，或者是他们表现比较好，他们可以去做一些工，是吧？他熨衣服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还可以做饭，然后还有一个食堂去展示他们里面饭都是什么样子。我们里面就有年纪比较大的团员说，哎呦，这个好像比我们60、70年代中国人不是犯人的人吃的还好，就是有这种的调侃吧。然后看着他们，当然其实是非常苦的，你真的是可以身临其境感觉到这个坐在监狱里面，想想在那么一个闭塞的空间里面，他们洗衣服都是要把那个马桶堵上，堵住，然后这个洗，然后这个地经常是湿的，台湾又是一年
可能有3季都是非常闷热的，一天可能要洗1-2次澡的。你想有的人在这待20多年，你就是哪怕在那待1个月，我觉得也是挺绝望的。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大的那种的黑色的这种大理石，上面都刻的人的名字，有的名字就是说服刑多少年是吧，从1950几年到1970几年，还有就是这个中指的这个年是红色的，就是他被枪毙的那一年，也是有好多人，可能有几百的上千的这样子的人。对我来说啊，我是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后来转型正义这种和解的一个过程，要把所有受害人的名字全都要给他记了下来，然后还有他们有这个在过去死难的人，还有就是坐牢的人都是有补偿的。这是我也是比较孤陋寡闻了，这次才知道。对，然后因为就是其实你看着景美的那个园区的讲述和包括那天去228的那个展厅，对，就是其实里面很多东西会让你想到今天中国的那些政治犯他们的处境其实是挺一模一样的，就是大家罪名都是什么试图颠覆国家。对，我们看的时候还在那笑，其实是很沉重的笑， 对吧？对，就觉得匪夷所思，这是50-6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正在发生。对，对，那你说一下，就是你在郑南榕纪念馆里面为什么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郑南榕这个人特别打动你？我其实现在都有点讲不出来为什么那天哭得稀里哗啦。可是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就那个是一个郑南榕20周年殉道20周年的纪录片，2009年拍的，就是他讲郑南榕从一开始就是。我觉得是里面有太多叙事，真的会让你想到今天自己的处境了。就是那个介绍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原来在郑南榕同时代的很多人，因为郑南榕其实是一个商人吧，好像最早。他有做过贸易。对，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台湾整个社会非常压抑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选择的是用脚投票离开台湾，就是去海外重新建立新生活。对，那个或者就不说话，就埋头挣钱，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对。然后郑南榕他说那年他女儿刚出生，然后他看着那么小一个女儿，他觉得说不能让自己的女儿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对，所以他办报嘛，他办党外杂志，然后他是一个很温和的抗争者，可是他最后走向了一个自焚的一个，就是我们听来其实非常惨烈的一个结局。对，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哭，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情绪真的有点被陷进去了。然后因为我也是，就是白纸的时候是在街上。然后我可能会想起白纸那天的在街上的那个恐惧，然后你抽开了他那有好多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很多的画，然后你拍了好多的照。我没想到他那个展览跟保存做的特别好，就是他用一整个玻璃房子把原来的那个郑南榕自焚的那个现场给保留下来了，里面。就是被烧的黑黢黢的，然后你在那个玻璃那儿往里面看，对，然后那个抽屉里就是全是那个郑南榕的，我们其实没有问，但是觉得像是郑南榕他太太写给郑南榕的信，在他走之后，因为上面有第1天、第2天、第3天嘛，就是讲女儿今天上学怎么样了，女儿今天怎么样了。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是抛开了这样的一个抗争者的形象，就是回到一个家庭层面。对，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对人本身是非常冲击的。我们那天真的是特别的 emotional， 就是大家都哭了好几次了，从景美到郑南榕。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新疆人的脱口秀，我想团里的每个人都哭了，都哭得稀里哗啦，我都没敢看大家，因为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你觉得就是在台北听一个新疆人讲他的家乡和他的亲友们都经历了什么事，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是个什么感觉？对，就是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不管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讲新疆的脱口秀。
对，就是原来可能会挺喜欢一些新疆的脱口秀演员的，可是在中国那个都不是可以讲的东西。对，然后那天他在台北跟我们讲了，就是介绍了他的家乡，然后我觉得那个介绍家乡的部分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他把那个新疆的地图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讲了就是新疆的北部是什么族人，然后南部是什么族人，大家讲什么语言，其实这个语言都是不通的。就是他说，就是假如你的家乡是世界的中心的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大家原来在中国全是汉人中心视角的，你根本不会看到就是其他的族人听到他们讲他们的故事，然后你讲到新疆，全想到的是什么景色好、葡萄干好吃这种东西。对，我觉得他那天讲的这个东西是让我蛮感慨的。其实大家都是。我觉得是脱离了那个，就是那个中华的那个文明的那个集体的东西之外，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来路，都有很精彩的生命故事。可是我们以前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放在那个中华集体的那个东西下讲的。对。然后他那天还跟我们讲了，就是在新疆啊，那个就太沉重了，就是讲他的同学的遭遇，就是被捕的，对，然后包括死去的，对，后来死去的，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他跟他母亲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被关着，都没有饭吃。那个东西就有点太是你下来跟我说，还是另外一个人下来跟我说？就是听到了这种的，什么风控啊，这个核酸啊，就是没有饭吃呀，这些东西就是好像是创伤触动了，就是对。每一个就是哪怕像我这种在海外没有被封控过的人，我都觉得就是看着大家经历那个，其实心里面都是有创伤的。是的。他那天其实都是不是我有观察，大家其实都不是等他讲到那个故事的部分才开始流泪的，而是真的一听到那几个词就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哭得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大家长久以来太压抑了，是一个集体的创伤，但是呢是。在中国人一般很少就有这种的场合，在公共的场合能讲得出来。对。我觉得这是他的力量所在啊。对。中嘉委员、李一体议员、李启文议员、蔡小文议员、郑嘉欣议员、李嘉欣拜托。那第4天我们去了台南，再去台南就是在台北的那个路上就邂逅了一群10年前在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这些参与者，在竞选立法委员。我们团里面有一位就是10年前在国内参加这个女权平权运动的人，你对他说的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说了什么？那天上午其实是挺巧的，在台北车站遇到他们是6个人，然后在台湾他们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这个世代，就是太阳花运动之后的年轻人，他们走进了这个议会。对，然后因为我一直有关注他们，其中有一个叫赖品妤的立法委员嘛。我之前有查过他的资料，是说他是从他们当年在太阳花的运动现场，也是各种在街头抗议啊，然后甚至有一些非常的就是猛的，他作为一个女性，但是就是一直在街上跟人家发生冲突去反抗，然后讲出自己的声音。对，可是他后来走进了议会。然后，因为我们团里的那个朋友，就是他们原来其实也真的是差不多的时间，2013年，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在国内的街头，就是各种，有各种行动嘛，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就是举牌号召大家关注这个高考分数男女不平等的这个东西，然后当年还是有很多媒体报道的，对，然后你就能就是那个对比。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13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街头，可是人家从街头走向了议会，然后他的处境就是今天离开中国，甚至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名字，他一直都是在用匿名的方式在中国做这种地下的人权工作。对，你说人家走向了议会，你确实有望在国外，是吧？就挺触动的。那在台南的第2天，我们去参观了台南228纪念馆和台湾文学馆。其中呢，文学馆有一个台湾文学竞书展。
作为一位写作者，你能不能讲一下你看下来的观感？那个就是我记得我们俩当时对着他们那个展览的，就是每一句话都有拍照，因为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现实。对，而且那些手段一模一样，就是说一下，具体说一下。对，就是去审查嘛，就是有哪些一本书里面有哪一页可能不让出现，就打个叉，然后这个书再出来，然后逼着作家去改名字，大家只能用匿名或者换一个名字去写作。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展区，他说原来那个他们做审查的时候是说批评国民党，的内容会被审查。对，是我们俩还说过。对，可是他后来就会演变成整个你可能。那个原话批评社会都也不可能了，就是说他越来越，一旦这个党可以说你不可以批评我，然后就慢慢的就衍生出来说你不可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个单子就会这个list 会不断的涨。对，它会不断的扩大的，而且人的这个恐惧和往后退也是会不断的去扩大的。对，我们那天其实中国人都对这个censorship。内容审查是非常非常的有体会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对着那个拍，然后拍来拍去的也都在那笑。还有其中就是旁边的那个展，他是就是看着那个连武侠小说，当时其实也是你说。对，我没有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念一下其中的。好啊，你念啊，可能一段话。我给大家念2段，就是那个禁书展的他的那个展览的介绍，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威权政府制定查禁书刊的法律规范，派人收回在市面上流通的禁书，被查封的书籍刊物多半集中封存或销毁，不让民众有机会接触。除此之外，当权者更是严惩贩售者、购者和阅读者。人民只因偷看一本书或参加一场读书会，就可能遭受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在集权监控、风声鹤唳下，文字创作大受限制。作家下笔字字都生存相关，生怕误踩带有左翼思想的红线，因此多有设限、自我检阅，创作力大大受挫。查禁制度让每一本书都可被质疑正当性，人人都在揣测，人人心中都有小金总。对，这个其实小金总，人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网络警察。对，你可以再念一段，就说让你感触特别深的例子嘛。对，然后还有一段是改个名字再出发，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既然政府只看名字就决定书籍的查禁，出版社脑筋动得快，决定替书籍作者改名，规避可能带来危险的名字。出版社无不希望替这些书籍改运，免于查禁的下场。于是不少书籍再版时将作者名改为本社或移名，有些则是改用字号称之，又或者移除姓名的中间字。你那天还跟我说了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记者，而且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记者，你是到了台北感受到了特别大的自由，就是你没有想象到的自由。你能就是我们接着这个话题稍微说一下吗？因为其实比如说以前在国内做报道的经验，甚至是我离开中国以后，我在外面做报道，我都有一个习惯，是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安静安全的地方，就是确保周围的人听不到我跟采访对象之间的聊天。虽然可能聊的都是非常无害的，也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题。对，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其实大家都不一定听得懂中文嘛，然后在国内的时候，你本身写的题就不是那种说政治敏感的，只是说它可能跟社会主流的声音不一样。可是就是这些采访，大家都是就是必须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很密闭的空间来做采访。可是这次在台北，大家就是好像什么都能聊，就是我们一路上都是在各种街上，然后大巴车上，就是聊我们想的那些东西。然后这次我们也见了一些就是台湾的本地的记者嘛，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也都是在一个酒吧、餐厅这种地方。那天我去一个餐厅，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桌子，其实距离我的那个桌子就可能只有30厘米的那个位置，可是我们那天就是在那儿那样聊天，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一个对，可是这个就是真的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体验，而且今天就是
原来你是可以在街头讲出这些话的，而且我发现台湾人都很坦诚，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顾忌，你跟他聊两岸的关系，聊你支持哪个政党，好像大家都不觉得这是，对对对，超多倾诉欲的。对对，那我们就正好就是接下来就说，我们那天晚上在台南吃完饭了以后去看这个拜选活动是吧？在一家珠宝店的门口，看着好几百人举着各种各样的旗啊，这个气球啊走了过去，还敲锣打鼓的，还有放烟火的，就感觉像过年一样的，就是是真的是在过年，对对。然后我们手里面都被塞了不少东西，你好像拿了还挺多的啊，对，因为他们那个应援物超可爱的，就是有那个小熊的那个气球，对。然后我们还和就是在那家珠宝店门口站着，然后那家珠宝店的老板他叫林丽珍，他就出来了，特别激动、特别自豪的聊了几句。你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吗？我记得他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他明天5点半就要关门去投票去造势，对，然后他都不要做生意了，他要关门去造势。对，因为他们好像他们都会问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然后我们讲从大陆来的嘛，他们就是其实对我们没有什么敌意。对，反而是会说，哎呀，我知道大陆人也是爱自由的呀，只是你们没有这个机会呀，你们没有力量去反抗啊。对。然后他说，他还说什么，我们很自豪，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民主，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好玩的一个是他冲了进去，跟那些在那游行的人说，我一直是支持民进党的，我的血都是绿的。笑死，反正就是特别的，而且我本来想着说，哎，那你愿意不愿意给我你的名字呀什么的，特别高兴，说我叫林丽珍，怎么写我的名字都特别的坦诚。就是我们在国外做报道，哪怕就是采访在国外住的中国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有特别大的恐惧的，有一杆秤，对，有一杆秤，对，有特别特别大的恐惧，就是我做采访，我总是要特别小心翼翼的，等好久，然后问人家说：“那你愿意，刚才说的话，我如果写一些可以吗？我可以用你的名字吗？我可以用你的姓吗？”就是都要小心翼翼的。台湾人就是特别坦诚的，都特别特别愿意说他们是谁，他们会支持哪个政党，他们为什么支持，而且都说的特别好，你觉不觉得？对，台湾人的表达能力真的蛮好的，因为可以表达，可能是对，因为表达确实是要练习的。对，我们那天就是在见那个林丽珍的前一天，其实我们当时去了台南的一个叫王定宇的竞选总部嘛。他是个立法委员。对，他是一个立法委员。然后那天也是蛮惊讶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提前跟人家约，我们一个大巴车到了那儿就下车，然后跟他说我们是就是大陆来的，就是海外观选团，可不可以跟你聊一下天？结果他就跟我们在那儿聊了40多分钟，就是我们一群也没有选票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他的选民跟支持者可能都在那个院子里。对，就是我们会一是觉得说他们好像都不会太在乎你是谁，你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要跟我聊这个，我跟你聊这个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可是都不在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对台湾的民主特别特别的自信，对，特别自豪。他们特别想要跟大陆人说，这个我们是有的，你们是没有的。就说不是恶意的，是他们的真的自豪自己有这个东西。这是我感觉到的。对，那天反正就是聊了蛮久的，而且问他所有的问题都不回避。对，我看了，对，是，真的是。而且回答的还挺好的啊，对，就又蛮真诚的，然后又很真诚的跟你分析他们这次选举意味着什么，他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也完全不在乎。你有没有问他说，怕不怕那个大陆打台湾？这有点太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路也问了蛮多台湾人的，对吧？对，大家也不会觉得冒犯。对，没有冒犯。我也问了这个林丽珍，这个珠宝店的老板，他说不怕，他说我都活了60多岁了。我说你的孩子呢？他说我的孩子没有小孩，他们也不怕。那你听到的答案都是什么样子？我听到的答案其实都是，就是大家会想这个事情，可是他没有那么的有紧迫感，可能对于那么重要，对他们来说，对，哪怕对于他们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不对？对，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周五回到了台北，晚上去了
选前之夜的2场总统，他们叫造势活动是吧？分别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吴欣颖和民进党的赖清德、萧美琴。我们台湾走对的路，继续走民主路的，说好吗？周六，也就是今天是投票日。我们现在录播客的时候，投票刚刚结束，选举结果呢应该是晚上出来。我们在这一周呢也听到不少台湾人说，这次3个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不知道投给谁，因为好像对哪一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是太满意，甚至不少前2次投了民进党的，希望民进党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希望有政党轮换，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健康。而且我们也听到就说，其实台湾人对自己的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对，我们就是听到无比多的抱怨是吧？各种各样的抱怨，然后各种各样的批评。那经过这一周呢，你是怎么看这种？也许题目比较大，就说你怎么看这种民主的无奈，或者是无奈的民主？还有就是他们有这些，他们这么多的抱怨。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还蛮应该是正常的现象吧。我想就是真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们那天去见那个王定宇的时候，会问他，就是说，就是这次选举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就是意思是民进党如果没有选上，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可是他们好像回答的那个重点都不是说要完了，都不是说如果我们选不上就完了，而是说，其实民主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人民的选择，是要尊重的，对，而且无论是人民选择谁，最后其实。一定是有台湾的这个，就是一定是有这个民众基础在，我觉得背后也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声音和选择，对吧？然后我会觉得说，台湾的就是最近的这些，就是什么造势也好啊，这种街上的游行也好，看下来，其实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太紧迫的感觉。我也觉得是这样，好像他们就是。你看我们昨天晚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一家子，有一对夫妇推了一个3人的婴孩车，3个小孩那么小的小孩那么挤，我们都挤不过去，他们要挤了过去，要参加这个造势活动，那是柯文哲的那场是吧？然后到了这个民进党赖清德萧美琴这一场，那就是各种人都有是吧？那有的年纪很大的，那个头发很白的那些老人都也过来了，就是。因为也很累，是吧？就是他们的参与的这种热情，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高，就是我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蛮多老人的，其实就是你就自己到后面都有点站不住，可是他们还是在那儿坚持着。对，而那天好像我问我们的导游说，你们会担心这个民众党或者国民党上了之后怎么样吗？他说，可是对于台湾人来讲，就是民进党的这8年确实是留下了很多就是让大家也不满意的地方，对，他们会觉得说上就上呗，就是他说他会相信说不是他上了或者说谁当了总统他就能为所欲为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民主的一个，他有很多的机制可以去监督他，可以去制约他，是的，所以呢他们也不是那么担心。投下选票做出选择的这一刻，民主才会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台湾也才是我们的台湾，对不对？虽然我来过好多趟台湾，也不是好多趟，5、6趟台湾吧，但还是这次是让我对台湾有了更深的了解。虽然不是，我也不敢说特别了解，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大家听得说，哎，你们谈来谈去都是你们大陆人，怎么看这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谈太多台湾的政治，因为我真的了解的太少了。对，而且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外来者嘛，就是虽然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可是我们今天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路上面，不同的制度上面，但是我们就是非常的想来看一看台湾人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我们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吧，就是台湾和大陆，我们说差不多的话，然后用的文字也是差不多的，我们也能听得懂彼此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来到了这边，然后这么看了一圈，这个营里面不光是像你和我这样的记者，他们也有人就是普通的就是做
做事情的人，是吧？他们不是很政治化，但是为什么大家都那么 emotional，都会哭？就是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哭，就真的是好多个点都忍不住。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有些人平时是完全不政治的啊，是吗？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会感觉到说，我们的团员好像大家都是很早就离开了中国，就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对，其实今天，我能感觉到，就是其实你对中国的那个部分的创伤，其实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行动者，或者你是一个律师，或者你是一个记者才有的。我觉得这2年很多人的创伤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创伤。其实像我最后决定离开中国，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做记者的空间了，或者说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已经不值得做记者了。其实并不是的，就是我离开中国只是因为我想吃饭，可是就是连堂食都没有。然后我跟我朋友那个时候每天就是翻墙，然后翻一个像一个狗洞里，对，真正的翻墙，然后翻一些就是洞，穿过一些洞去公园，因为那时候很多公园也封了。就是很多时候那个，而且最后那一段时间，因为北京的那个核酸它是跟你的身份证绑定的嘛。然后那个时候24小时核酸，天哪，谁24小时每天做核酸？然后那段时间就经常用我朋友的身份证去买地铁票，我才能去乘坐公共交通。就是天哪，那个生活跟一个逃犯有什么区别？就今天就是你作为普通人的很多东西在中国保障不了了，就是你的权利没有办法保障，你做人的尊严是完全被剥夺的。对。不是说这个政治上有什么，你真的有什么诉求啊或者什么的。对，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我到现在才问你如果只有1部也可以，如果有3部当然更好。我想推荐有一部纪录片其实是我最近才看的，但那个纪录片可能蛮早，应该蛮多人都看过，叫《牛蟒宴》。对，是王南福导演拍的。当年就是中国的女权人士叶海燕和几个律师，他们在一个海南的一个校长性侵案之后，去走上街头做的一些行动的一个记录。对，那个还蛮推荐的，因为那个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很多东西是有点像天方夜谭，就是我今天不可能在中国再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对，也就是10来年的事情。当时那部片子在微博上大家谈论很多。但当时我都不知道，你当时还太小了。对，然后最近看了，觉得拍得特别的好。对，好。谢谢亚梅，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